是啊，维塔，我们回来了。欢迎回来，辛苦你们了。只是跑腿这样的小事不足挂齿，或者说我们也就只能帮帮这样的小忙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如果没法指望已经失踪多时的米斯特林，就要靠维塔和薛定谔博士他们了。是啊，如何成功与本真世界进行连通，目前看来依旧是一个难题。确实，什么基本锚点、世界级锚点、轴的，我听着都晕了。没关系，既然缺乏道路，那么创造一条道路就可以了。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米斯特林，你的表还真是走得够准呢。谢谢夸奖，毕竟我向来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呀。而这一次，必要的材料我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各位，请随我来。喂，你自说自话的要去哪里？建筑工地。如果我这样打比方，各位能够明白吗？嗨，你这样只会徒增大家的理解成本。在上一次离开时，米斯特林说他可以负责寻找本真世界坐标，并进一步调查所有的潜在威胁。而接下来，就是检验这一工作成果的时机了。你是说，你有办法从这里直接构筑起一条连通这两个世界炮与本真世界的道路？我既然身为理型，当然具有一些非同常人之处。总是毫无过程就直接摆出结论的特殊之处吗？绮罗小姐如果实在感兴趣的话，或许等你有朝一日成为和我相似的理型之后，就能明白了。好了，大家应该也早就习惯了米斯特林的表达方式，接下来还是由我来帮他总结这种方法的原理吧。普罗米修斯，没关系，我当然会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米斯特林。其实，米斯特林所用的方法毫无特别之处，他之所以要单独行动，只是为了去充分利用圣痕计划的残余罢了。或许绮罗小姐还不够了解，圣痕计划原本就囊括了一种以人的意志来构筑空间的技术。虽然在提阿娜成为中焉之律者的时候，圣痕计划所创造的精神空间就已经解体，但它还是在量子之海中留下了一些未被回收的建筑材料。而另一方面，作为理型的米斯特林，当初正是整个圣痕计划得以降临地球的媒介之一。如果仅从一次性的角度来考虑，他有能力将这些建筑材料召集到我们身边，为连通世界炮与本真世界这个目的架设桥梁。当然，这对他来说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这座临时桥梁本身也必然存在着诸多限制，是这样吧，米斯特林？普罗米修斯的确总结得非常到位呢。总之，如果各位愿意相信我的这些努力，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行动就应当是由希尔将已经定位的锚点赋予我们的某位成员，使他暂时与高塔连结，携带好这两个世界的轴，再由他穿过我构筑的通道，将一切带回本真世界。而如果一切顺利，这一过程也可以绕过梭的潜在影响。只要此人能够顺利返回本真世界，那么即使梭是与中焉之茧同一量级的存在，凭借 Kiana 的中焉全能，各位也足以与之周旋。也就是说，
你打算借助圣痕空间的度量作为临时媒介，让身为量子侧流行的世界炮直接嵌入虚数侧的本真世界乃至中烟之间，而不再需要类似圣剑这样的常态化中继节点。薛定谔博士，你的确可以如此理解，但如果想要在座的其他人听懂我们想做什么，或许米斯特林刚才的说法反而更加清楚明白。哎，真没办法，就让我说得更加通俗一点吧。如果大家信得过米斯特林，那么请让他指导希尔将两个世界的轴塑造成一根接力棒，并交到一位最合适的跑者手中。这位跑者将沿着米斯特林开辟的道路，从这边的世界一口气冲回本真世界，将接力棒交给那边的科学家或者提安娜本人，从而拯救一切。哦，原来是这样，这个我明白，就像历史书上马拉松战役的传令兵一样，对吧？苏莎娜，你就不能换一个更吉利一点的说法吗？所以，确实，毕竟担此大任的角色，必须与本真世界之间具备最好的相容性，换言之，也就是最接近普通地球人。与本真世界具备良好的相容性，最接近普通人类。好的，记下来了。抱歉，只是出于习惯，我把所知道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了而已。大家继续讨论，不必管我。真是个反应慢的孩子。你还没有意识到吗？在场的所有人中，当然是你和本真世界之间的相容性最强啊。啊？我？也就是说，要我带着那些锚点返回本真世界？不行，我一个人绝对做不到。在座的大家应该都比我合适的多吧？为什么会选我呢？对我来说，这实在也太难了。没办法呀，这毕竟是因为苏莎娜小姐，你是目前在场的唯一一位普通地球人呢。我们来梳理一遍吧。在我们当中，2位希尔身为圣痕觉醒者，且目前身负难以离开高塔的诅咒。石之律者严格来说没有人类的形体，是最纯粹的崩坏化身。我随着休格斯在量子之海飘荡多年，存在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薛定谔博士就更是如此。剩下的米斯特林和普罗米修斯，他们一个是从圣痕中诞生的理型，一个是来自世界炮的人工智能。而至于维塔，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根本就是金星人。即使忽略本真世界这个前提，和地球之间的关系也是微乎其微。这样算下来，你自己已经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了，不是吗？加油哦，苏莎娜！这个世界炮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安危，就全都交到你的手上啦！既然我们在方案和人选上都没有争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讨论计划的实施细则吧。米斯特林，你预计前置工作我们要准备多久？等一下，我可是还一点心理准备都没做好呢。由我来负责计划的核心，大家是认真的吗？